今天真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啊，阳光明媚，风和日丽的。前一阵子连续下了有将近1周的雨，不下雨的间歇也都是天气阴阴沉沉的，到处都是潮湿的感觉。这种潮湿的天气呢，不利于果树菜园的生长。当然，我指的是从病虫害角度，像这种潮湿啊、阴雨，导致这些果树会长很多的真菌疾病。然后就是蚜虫也会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泛滥。看我这些苹果树，现在上边的花基本上都已经谢光了，小苹果一个个的都膨大起来了。像这种呢，上面一整串都是小苹果，这种情况通常是需要给它进行一定的疏果的。不过我不是特别着急，因为后边有各种各样的情况，刮风、下雨啊、虫害、病害都会导致这些小果坐不住或者是落掉，所以太早的疏果没有必要，因为仅剩下的果子万一被虫子破坏了，那就完了。看有一些已经自然掉落了，像这种只留下了一个中心果，两边的不是没有发育完整，就是掉了，这就导致中间的这果实膨大的特别快。其实这也是疏果的一个原因了。我等它后边差不多都有这种大小的时候，再给它进行疏果，那个时候应该是能疏掉好多干瘪的呀，或者是已经被病虫害感染的果子的。我这边的这种气候条件，像是苹果树还有山楂树的锈病、梨树的火疫病都是挺严重的，而且一旦得了之后呢，影响和危害是特别大的，所以必须得给它有保护的措施，喷药。今年呢，我是打算给苹果树喷一点这种非有机的药了，因为像是那种真菌感染太严重的话，纯靠有机的方式真的是没法控制住。特别累，而且最后效果还不怎么样。不过像桃树呢，我还是尽量给维持有机的保护吧。前几年的经验呢，是说这桃树进行有机，在我这地方呢还是比较可行的，不过也是会累很多。我今年在花前花后给它喷了一些非有机的，后边呢就给它延续按照纯有机的方式来管理了。苹果树呢是开花比较晚的，像我这果园里边啊，桃树啊、杏树啊、樱桃啊，还有梨树都已经结果了，苹果的花还在开着呢，这几天才刚刚的落下。所以其他的果树呢，花后就是谢花后的药已经喷过了。苹果呢，本来也应该前几天喷，但一直下雨没赶上。今天等傍晚的时候，我把苹果树的谢花药也给它喷了。这样的话，给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保护。我来找找看，这苹果树呢，每年招蚜虫都是挺厉害的。今年我看到的还不是很多，但是肯定也有了。看这种小叶子的背后，已经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蚜虫了。虽然危害还不是特别严重，但是必须得在这个时候给它防治了，否则一旦蚜虫泛滥起来的话，那危害是相当的大的。而且会一发不可收拾，控制不住。有一些个别的小苹果上边呢，也是有一点点的虫眼的，像这儿这种回头疏果的时候就疏掉了，因为像苹果这一串4个果呢，我们家庭种植可能可以留2个吧，或者是如果要想长个大苹果，就留中间的那一个长得好的果子。好，刚刚看到这边有几个苹果长得还不错。像这里有4个并排长在一起的，个头都很大。这边有1个也长得不错了。这下边这儿呢有2个。今年的这苹果树坐果还可以，长得挺多的。像这种枝头上边一长就是一整串，我其实还是挺喜欢这种开花坐果晚的水果的，因为可以完美的避开2、3次的这种倒春寒。这小苹果树上边也是做了一些果子的。不过因为个头还是太小了，这些果子呢，大部分都会掉落，有个别的会留下来。这小苹果树主要还是培养枝干，像这种很多的窜出来的土长枝，回头还得给它掐尖儿，或者是如果是背上那种严重土长没必要留的，可以给它及时的去掉。这些都是要花点功夫来整理和维护的。下边的这些麦秆呢，我给它采倒了，
原本是想用手持割草机割掉，但后来想想直接给它踩倒算了，这样还可以给这苹果树下边益草，而且能够保持水土。这杏树也是长得太高大了，再加上今年的果子都被冻死了，所以也可以开始给它进行下剪了，缩短一些，剪掉一些土长枝没用的，这样的话可以促进那些短果枝的萌发和生长。看一眼这蟠桃树上小蟠桃长得怎么样了？这已经初具规模了，看着是挺喜人的。虽然今年因为倒春寒的缘故，数量不太多，但是长出来的呢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至少好多分支上都能找到这种。这边有几个，我估计像这种长得特别小的，现在已经明显看出来可能就要脱落了。像这种呢是长势比较好的，这种枝头上也能看到不少。像蟠桃种植起来，我感觉比普通的那些平常形状的白桃啊、黄桃啊，或者是油桃，还是要稍微难一点的。因为这种蟠桃，去年和前年我感觉结了一些果子，它很容易就裂开了，所以应该是比较怕后边下大雨。如果是土地太潮湿，这蟠桃在膨果阶段可能就裂了。水蜜桃呢，今年倒春寒，冻掉的花儿和果子更多，留下的已经不是特别多了。那这棵树上呢，还能找到一些，也都已经开始膨大起来了。像本该结果的这些枝条，上边没结果的，我看看有一些可能就开始考虑给它去掉了。因为桃树是今年新长出来的新枝，到明年是结果枝。但是呢，像很多今年长出来的新枝，如果它到秋天的时候长得特别粗壮了，那也不是很好的结果枝，所以还得控制一下，就是既要保留合适的新枝，又不能因为过度的修剪或者是过度的施肥，让这些新枝长得太旺太粗，那就达不到结果的好的效果了。上边找找，其实仔细看的话，这些枝上边还是有一些果子的，这儿。然后这边这些地方都是有的，只是不像以前那样结得密密麻麻的，还得不停地分几个阶段疏果了。这些地方也是能够连续看到坐柱的和膨大起来的果实的。这上面还有，这儿还有，倒是真的是省去疏果的环节了。不过呢，果子少呢，我修剪的时候就得仔细的斟酌了。就不能过度修剪，一定要轻剪，只把一些遮光的呀，或者是完全没必要保留的给它去一去，否则的话会促使这些新枝长得太旺，到秋天太粗了，那明年就不是好的结果枝了。如果是今年比如说结了好多果子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可能好多时候修剪就相对来说随意一些了吧，因为果子长在上边，这树啊那些新枝它无论如何都不会说长得特别的旺的。这边这棵留的自然开心型，这棵更老一些的树，看看现在留下的这种水蜜桃，个头会长得更大一些。当然因为它开花也是更早一些嘛，比刚才那棵树早了，我感觉可能几天到1周的时间吧，这也就导致它受的冻害会更严重一些。不过这么看上去呢，还是有一些不错的果实的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。看这还有，但是现在呢，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。果实到这个阶段，那后边还要经受住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各种病虫害呀。等到时候膨大起来之后呢，那可能如果夏天再有暴风雨、冰雹，那也是一次损失。或者说快到成熟的时候，一切都好好的，如果来松鼠群呀、浣熊啊，或者是鹿又想方设法的跳进来了，那还是会承受不小的损失的。所以不到最后也不能说成功了，还是要等等看，后边要加强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。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吧，像这些果树初见蚜虫的时候，就得及早的喷药防治了。
其实如果是有机果园的话，那这个时候给它喷一些像是除虫菊酯，天然的那种除虫菊酯，它是有机的方式，除蚜虫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病虫，还是挺有效的。另外就是苦楝油，苦楝油也是除蚜虫比较有效的这种办法。当然，它的作用机制和除虫菊酯不一样，除虫菊酯是能杀蚜虫，速度而且效果很快。那苦楝油呢，主要是困住它，抑制它虫卵呀，或者是抑制虫子的发展，而且保护叶片，让它不会食用这些叶片。所以是两种不同的机制，但是都是挺有效果的。我们用的时候，如果是蚜虫重的话，或者是想要两种相辅相成的话，那就可以除虫菊酯和苦楝油配在一起。这其实也是我种菜呀，或者之前防一些日本甲壳虫的比较有效的方式。因为除虫菊酯是广谱的这种抗虫的这种物质嘛，苦楝油呢也是比较有广泛效果的这种防范的手段，所以两个配合在一起呢，就是互相相辅相成，互相补助，能达到比较好的有机的防治的效果。当然，像苹果树，它到了后边天气再暖和一些，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毛虫。那这种呢，除虫菊酯苦楝油就没有多少效果了。那种要是有机的方式呢，就得用多杀菌素或者是 BT 这些反复的给它喷了。那种对毛虫这类的效果还是挺有效的。当然，我这次是打算给苹果树喷化学的这种药物了，也是果树专用的复合型的这种药物。就可以防各种各样的虫害，而且同时对真菌、细菌感染也是比较有效的一种。就是很多店都可以买到，其实价钱呢，相对有机方式也要便宜好多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效的物理防治的方式，看我这苹果树上面，我已经给贴上这种粘带了，这种特别的粘，上面已经有一些小飞虫了，可能是蚊子。然后那边还有其他的，有苍蝇，还有小的斑衣蜡蝉，这种斑衣蜡蝉也来了。像这种呢，我是本质是用它来防止蚂蚁上树的，因为蚂蚁会导致蚜虫泛滥嘛，所以如果能防住蚂蚁上树，再把上边的蚜虫用有机或者是化学的方式给处理一下，那这后边的蚜虫可能就销声匿迹了。或者即使再有，也是零零星星的，很难成气候的。这每棵树下边我都裹了，这种比较粗的桃树上面也是。看看这蟠桃树下边粘住了什么，主要还是苍蝇、蚊子，当然也有些蚂蚁。看这儿就粘住了一只蚂蚁，下边还有蚂蚁在试图往上爬，如果爬上了之后，也是会被粘掉。这斑衣蜡蝉。这菜园里边，去年开始出现大量的斑衣蜡蝉，是今年的这种小的这小虫子，也是哎呀，往上走了一下，粘得更严实了。这种小树呢，我也是给裹上这种粘带了，在这儿。像斑衣蜡蝉呢，去年已经把我的一棵大的花椒树全都给咬死了。等会儿过去可以看一下，它是。花椒树会把整个的这个皮都蛀空，然后把卵产在树皮呀，还有树皮的那些缝里边。哎呀，还是挺恐怖的。而且像斑衣蜡蝉嘛，在我这地区算是入侵入种，现在呢还没有产生稳定的这种天敌，所以还是比较猖獗，而且没有特别好的有机或者是对这种果园比较安全的方式来处理。这就是导致了它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危害吧。看这棵花椒树，这花椒树上边这大枝还有旁边的，被我冬天的时候还有早春的时候都分别已经砍掉了，因为已经死掉了。看这树皮被斑衣蜡蝉给蛀的，然后这些地方也是能明显感觉到这树皮都是斑衣蜡蝉给蛀空了，下边也是。当然树死了，斑衣蜡蝉也就走了，它不会赖死在这一棵树上的。下边看看这种小的花椒芽又滋出来了，我回头把它齐根砍掉，再重新从
这种比较壮的芽里边选一个，让它作为主干再继续培养吧。好在花椒的生命力比较强，还能再继续长出来。因为那棵结花椒的主力死掉了，就剩下这棵小的花椒了。看现在上边好多的花儿，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年的花椒来源了。不过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在想，刚才那棵大花椒树那儿可能种棵别的树，我感觉一棵花椒树对我们来说足够了。每年收好多那种花椒，好多时候都没工夫处理就掉了，摘一些就够吃2年的。像这个我是重点保护，上边弄了一个，这儿又弄了一个，这能明显看出来，这都是斑叶蜡蝉给咬过的这种痕迹。看伤害还是挺严重的，整个这大概有1/3的树皮都完蛋了。这个也就是树比较小吧，如果再大一些，斑叶蜡蝉再多一些，可能也会被蛀死掉了。哎，看看现在还没有粘上。粘上的主要是各种的蚊虫、蝇子，然后小蚂蚁，下边也是长了好多，回头要去一去。这片果园，这是唯一的一棵不是果树的树，这是一棵花树，过一阵子可能就该开花了。这儿也能提供一点遮阴，回头我看看，把我的一些藤椅放在这儿几把，这样的话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这儿乘乘凉，然后喝喝茶什么的也是不错的。看它下边都沾了什么，哎呀，好多斑叶蜡蝉呀！看这里，这几个下边的4只，那边还有一个5只，这都是小的斑叶蜡蝉。它再长长呢，就变成红色了，然后再长就长出那种花大姐，长翅膀，特别大个了。斑叶蜡蝉现在像刚才说，对花椒树伤害特别大，对我的葡萄树，它也是特别喜欢，也是伤害特别大。再有就是香椿树，那个破坏力也是挺强的，不过香椿是比较顽强的，所以没有被蛀死掉。葡萄是我现在的葡萄树没有那么大，所以感觉还好，受影响不大，只是结果的时候对果实的影响特别大。这棵黄桃树上面的果实也能看出明显的膨大的迹象了，个头已经是长起来了。看这比较低的小枝上边，这3个长得倒不错。这里我也是给贴上了。看斑叶蜡蝉，又是斑叶蜡蝉，然后苍蝇、果蝇，还有小飞虫。还是这种本来是防蚜虫、防蚂蚁的，看来对其他的虫子，尤其是斑叶蜡蝉也是比较有效果的。看看各种手段结合使用，应该综合起来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保护效果。这梨树呢，今天过来再看，小梨又膨大了不少。梨树上边做的果呢，算是我这些果树里边今年结果比较好的了。然后为了这些梨树不得火疫病呢，我也是下了功夫了。除了早期喷的这些化学的药之外呢，这些除菌剂、杀菌剂，我昨天因为还是要尽量后边用有机方式嘛，昨天还喷了这种生物的有机的杀菌剂，能够有效的防一些真菌呀、细菌什么的。后边我会观察，如果说看不到火疫病或者是其他真菌的明显迹象，那我就隔了个7到14天搞一些有机的防治，生物的方式，还有就是喷那些硫啊之类的，也是有效果的。如果明显能看到这种火疫病啊，或者是锈病那种痕迹了，那些有机方式控制不住了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只能选择用化学的了。这种梨树看上边的尖儿已经分出了好几个，这种呢，回头要挑一个主干，比如说留这个，像跟它竞争的这种就给它扭枝扭下来，或者有一些呢就给它掐一些尖儿，这样的话能保留一个主干，其他的就作为分支或者是抚养枝的形式存在。
这棵以前被鹿给啃掉了2个分支，只剩下3主干1条主干的这棵油桃树。今年上边的果实也是形成了一些这种，看上去还挺多的。我感觉这油桃的挂果量，如果是长得好的话，还是不少的。但是今年呢，也是明显要少多了，还是因为冻害，倒春寒冻害的缘故。去年裸根种下的很小的这种长果桑，现在也长成一棵小树的形状了。本来期待它今年能长些果实，然后看一看，别货不对版，看看是不是真的长果桑。结果找来找去，发现今年是没有结果。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了一束花很小，也没法分辨，但现在又找不到了，可能已经掉了，只能等到明年了。今年再让它长一年，树长得高大粗壮一些，这些枝呢，明年再长出芽的时候，就应该是带着长果桑的那种花长出来了，就能结果了。一会儿再去看看那棵长得比较大，上面挂满了桑葚的桑树，我感觉这桑树在果园里边呢，还是属于最好种，也最容易有收获的这种品种了。我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病虫害，感觉很好管理。而且长得是特别快呀，这1、2年的功夫就能长特别粗大，然后也是很快就能结果。一旦达到丰产期之后呢，那你只是会觉得那上边的果实太多了，摘都摘不过来。这边再看看这棵李子树，上边的李子基本上1、2天过来一下就能发现有明显的膨大。这棵李子树呢，长得是有点太茂盛了，上面好多的枝条。今年下剪的时候得给它好好处理一下了，这样能让更多的短果枝能见到更多的阳光，然后明年能结更多的果实。当然，因为这些李子树嘛，如果是有另外一棵李子树也开很多的花，有异花授粉的话，那应该是坐果率会上一个档次的。我不光是这棵大的李子树管理好，其他几棵像这种小的李子树啊，也希望尽快能长起来吧。这样的话，它们互相之间好能交叉授粉，这样产量就上去了。这种向心李或者是杏李，下边我也都是给放了这种粘虫子的贴纸。像这种小李子树，它的发枝能力就特别强，其实其他小树也是一样的。这种呢，像中间生长的，得及早的给它去掉了，这种给它去掉。然后如果可以用的，给它稍微扭一下枝，给拉到旁边，或者是扭平了。那这种呢，这儿有一个分支的主干，这个下边的追上来了，这种就给它扭到一边去。啊，这种也是，如果能扭就扭，不能扭的就给它剪一剪，留几片叶子。这种小桃树本来也是没打算让它结果的，结果刚才看了看呢，上边的果实坐住了，而且也膨大起来了。那边还有，估计真的是能吃上几个这新的品种的桃子了。旁边这棵呢，是当时剪的是有点狠了，把那些今年能结果的都给它剪掉了，结果就导致这上边当时也开花了，但是没留下桃子。不过我也不是期待它结桃嘛，这样让它这个3主干尽量的粗壮培养起来，明年就可以开始结果了。刚刚我注意到呢，这棵桃树已经有几个叶子得这种缩叶病了。像这种比较轻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些叶子剪下来，给它扔到垃圾桶就好了。后边再观察情况。像这种缩叶病呢，其实生长期防治，像刚才我说的那些防真菌的药啊，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明显，或者说也没有多少帮助。这还是得到了休眠期的时候，可以给它喷，比如说清源的时候喷石榴合剂，然后冬天休眠期在早春的时候给它喷有机的酮剂，或者是那种普通的非有机的酮剂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像是刚才我这棵桃树的情况，我其他的桃树那种大水蜜桃上面也都遇到过。
如果少量的话，就及时发现，及时把这些叶子揪掉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边就好了，也不用特别担心。一般它只要是不泛滥的话，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影响的。像我这2棵水蜜桃，当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小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年还是缩叶病得的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。我感觉我得摘掉了有1/10的叶子吧，当时。然后就是休眠期，冬天和早春的时候，及时的给处理，或者喷溶剂，或者是喷石榴合剂，那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。后来像这种大树就再也没出现过了。这柿子树啊，今年发芽可真是晚呀，这已经是5月的中旬了。像这棵 Jarrah 还是号称比较耐寒的柿子树品种，这芽也才发出了这么一点点。像另外靠上的分支的芽子还都没发出来呢。我后来又扒开皮看了一下，还是绿的，所以这棵树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像这种呢，这种绿芽正在往出长。这棵树算是已经长起来了吧？今年冬天这么冷的情况下也扛住了，而且没给它保护，所以这棵树后边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，毕竟长大了。下边的这些香菜，早期长起来的已经开花了，然后后边这种再长起来的，看这种一片一片的香菜长在周围。昨天我们吃火锅就是从这儿摘了好多香菜。相比之下，旁边的这棵馥郁柿子树，那情况就要糟多了。早春的时候，像这旁边这种小枝上边是发过芽的，那阵儿有一阵子暖和，但是后来倒春寒几次冻死了。再往下，很靠下的地方，看这里，这儿还是有能看到芽子的，绿色的已经出来了。然后就是转个面看这里，这儿是有一个。不是一个了，几个绿芽，所以这棵树还是活着的。上边我也扒了扒，它也是绿的，但是再到上边这种小枝，我扒了扒就已经枯死了，所以很可能呢，这种我没有试，这种有可能枝条也死了，很有可能就等它上边的这些芽再重新发出来了。今年还是给它保护了，像是这种不是很耐寒。在我这7区勉强能种的品种，种起来还是麻烦呀，一不小心死掉了。像这种没死掉，它去年长出的2级枝，如果也冻死了，那重新再发，后边长势一下就慢下来了。哎呀，又要等好多年呀，等它长得粗壮了，可能冬天才能给它不用保护存活下来。这棵是从柿子树真木长出来的，一直以为是美国的这种野生柿子树，因为一般这边是用那种柿子树作为嫁接的真木嘛。但是也很难说，我看上边今年有那种小花了，不确定是什么了，也有可能是黑枣。等它开了花，如果万一能结果实，那就能明确确定下来了。这边早春种下来的沙金红杏的裸根小苗，现在上面芽子都发出来了，有一些这种小枝已经抽出来了。现在对种杏树呢也不是特别的有信心了，因为这几棵大的杏树呢还没有尝到过1次杏的果实，倒春寒全都被冻死了。不知道那棵红杏是不是能比这2种好一点呢？我希望它能开花相对来说晚一点，只要是能晚一些，能像是李子或者是桃树这种花期，那有可能能在倒春寒中活下来，然后结一些果子坐住。我其实以前经常去一些农场买他们的那种水果，有些农场呢也会种一些杏树，但是每次去问的时候，他们都说这今年又没有收成，然后可能看明年。我估计他们种的也不多，
其他的那些，你像桃啊、梨啊、苹果啊，那肯定是每年都有不错的收成的。就是这个杏树，周围的农场呢，也是收获不多。这两棵盆栽的蓝莓呢，上边的花儿都已经落了，果实开始膨大了。这两棵虽然是个头挺大的，但我感觉今年上边蓝莓很有可能没有去年长得好。可能还是这花盆小了，对于它来说营养不是很够了，或者是根系长得太紧了。今年秋天入冬前呢，真的是得给它换盆了，或者干脆就找一个地方挖个坑地栽吧。我感觉地栽的这种呢，虽然照顾并没有盆栽照顾的那么精细，你看它这些蓝莓做果。这膨大还是比盆栽的显得要快了好多，而且像地栽的呢，它一年一年随着根系长得越来越好，这蜘蛛长得越来越壮，那后边的管理会越来越容易。不像盆栽呀，盆栽到后边的管理会越来越麻烦，因为要换盆嘛。又到了这一棵野桑树了，看这野桑树上边这桑果，又几天没见，膨大了好多。好多呀！感觉不用种桑树，靠这个野桑树也能吃到好多桑葚。不过这野桑呢，看运气。这棵野桑树的味道一般，而且它长的个头，最终的个头不是特别大，还是我那棵白桑的野桑长得比较好一些，而且甜，个头也大。当然了，桑树呢，那肯定还是自己种植的这种。像我这棵伊利诺伊桑树，几天的功夫，又是果实膨大了一圈儿，而且每个上面都有好多呀。这边这种能明显看出来个头已经大起来了，这种上边的这个地方一串一串的，看上边哦，那些感觉个头更大。再找找还有没有更大个的呢？都差不多，找不到更大个的了。像这种，它是比那种专门的长果桑的品种要短一些，但是比普通桑葚还是要长好多的。我感觉这桑树还是不错的。山楂树的花基本上快要谢了，上面还有零零星星的有这种白花，其他的都是这种状态了。还有一些干脆就谢掉了，然后随着花谢能看出明显的这种黄点的，应该是山楂锈病，这种病菌又来了。我昨天也是喷了生物的杀菌剂，因为这个时期嘛，毕竟还开着花，你喷其他的也不行，还是喷点生物的杀菌剂，稍微的防范一下，不过效果非常有限。如果过2天这花谢了呢，那我打算给它喷一些那种 Mancozeb， 那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当然这属于化学的杀菌剂了。看这边这一大串的花和果实，唯一的影响就是它的真菌感染实在是太严重了。我其实当初种的时候呢，也是犯了一个错误。像这种山楂容易感染真菌的这种作物呢，不应该种在松树、柏树的旁边的。当时就觉得这儿有2个空位置嘛，所以就种在这里了。旁边那片看，那个就是特别大的，不知道长了多少年的柏树。我估计它对这2棵山楂树还是有挺大的影响的。我在远处另外一个地方又种了一个小山楂，我对比一下看看吧。感觉如果是那个山楂树真菌好控制一些呢，那就是说我这2棵种的位置受柏树影响太明显了。有一些这种花刚刚谢的，这山楂上面还没看到有这种黄点的。像这种已经形成果实的，这明显啊，这已经完了。
等它长起来，那种也没法变成能吃的山楂了。还有一些感觉就像变异了一样，像这种，一丛花里边有一个这种大大的，外边都是黄点点的，这都是真菌感染造成的。这种后边也是长不成能食用的山楂果实的，到最后膨大起来，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黄，越来越黑，最后就完蛋了，就不行了。上面有挺多的。香椿树今年是已经掰过2茬的香椿了，昨天又掰了一次。现在上边的新的芽子，还有一些小的，再过几天又能掰一批了。其实看这种状态呢，也不用过几天，大概也就2、3天的样子。这棵树呢是即使经过矮化修剪了，这上边长的枝条又长太高了，还得再继续给它矮化。我在琢磨着是不是干脆就一步到位，等今年把上边的香椿芽掰过2批之后呢，就从看现在我放着这种粘虫子贴带的地方，就大概从这个地方上边给它截断，让它从那个位置重新再发芽。这粘了好多的苍蝇啊！像这香椿树上边原本是有好多斑叶蜡虫的卵的，我是给它在早春那会儿刮过了，其实反复刮过好几次，把能看到能找到的都刮掉了，但是其实后来还是长出了好多斑叶蜡蝉，因为总是有找不到或者看不见的地方。那这上边就是粘的都是斑叶蜡蝉了，这种可能太小看不太清楚，它上边是有那种很小的小白点儿的。现在弹跳力还没那么厉害，但是也会跳了。再长几天或者1周，弹跳力就强了，就逮不着它了。我是在它刚孵出来能看到的时候，像这种，看这还能看到一些，看能不能给它摁死。现在还能给它摁死，但是如果再过一阵儿，你手一伸过去，它就跳，一下就跳很远，就再也逮不到它了。如果到它变红了的时候，那种大的爬虫就跳虫一样，跳得特别远了，那种手除就除不掉了。所以看看用这种粘板的手段再给它粘掉一批，希望能控制住吧。感觉冬天清园的时候用石榴合剂，还有后来用一些休眠油啊，对那些虫卵是有点效果，但是可能是它下的虫卵实在太多了，只是杀死了一部分，还是有大量存活下来，还是得配合这种手工刮掉虫卵，再加上这种粘虫板，然后后边再加上可能苦楝油啊，或者其他一些有机的防治方式，才能控制住吧。试一试看看。这边这片小的薄荷的菜床也是啊，经过1周的雨水浇灌，这又是长得特别漂亮和喜人了。这有薄荷的地方就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杂草，因为没有什么草能长得过它。它属于这种侵犯性最强的这种香草了吧，也是和其他的香草类不能种一起的。还有一种就是紫苏，也是和它的性质差不多，但我感觉还是薄荷这生长能力更强一些。再来大菜园这边看看枣树，这枣树呢芽子也都开始发出来了。别看它当初发芽的时候可能显得比那柿子树那种绿芽鼓的还慢些，但是一旦开始长呢，比柿子树还是快的。葡萄树远处看还是稀稀疏疏的，但是走近了看的话，这些芽子基本上该发的都开始往出发了，而且上面都是带了好多的花穗的。这边都是，还有个别的，当然也不能说个别的了，就后边还有一批等着发的，像这种还是很小的芽，这种刚刚发出来是带了好多的花的，这种也是。这种就是发的比较大了，前面还有，这中间的芽点还没发出来。像这样走，这是另外一棵，也都是差不多，
这花也是花，这也是花。上边这种发的比较早的芽子长得就更长一些，花也更多一些。所以葡萄呢，永远不用担心它花少，只是会花多的，让你得不停的梳它的果子啊，梳它的花儿，梳它的芽子。只是现在还早，还没爆发出来。后边再长长呢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这几棵长得比前面的都要慢一些，发芽也晚一些，但是已经能预计到今年又会挂好多好多的葡萄了。要防住真菌，防住斑衣蜡蝉，估计收获就没问题了。但是这两样对葡萄来说呀，都是不容易的。这旁边有一棵葡萄，现在还没看发出芽来。这一棵呢，当年就是因为被鹿给啃过一次了，然后重新又发出芽长出来的，所以比它同龄的那几棵葡萄都长得要小，而且弱了很多。这估计也是发不出芽的一个结果吧。看下边的这些地方还是有小的芽子拱出来的，再往上一点，这儿也有，所以它没有死掉，只是太慢了。上边就说不准了，上边很有可能已经干死冻死了，因为毕竟是那种木质化程度还没有很高的这种枝嘛。今年呢再重新长出来，相当于又比其他的葡萄又晚了好久。这棵和它是一模一样的品种，看这上边挂的这些果实，这已经能达到丰收了，全都是。软枣猕猴桃，上一次看的时候还是那些嫩芽被倒春寒全都冻死冻光了呢，这感觉没过多久啊，又长得枝繁叶茂，密密麻麻的了。这棵也是，就是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开花啊，再看看吧。今年不行就等明年，等它长大了，藤爬起来，肯定是能开花结果的。准备回去了，现在经过的是当初种覆盖作物的这一片，看这羽衣甘蓝长得遍地的黄花啊！我看好多好多的小蜜蜂在这采蜜了，当然也能帮助我菜园其他的水果啊、果树啊什么的来授粉。它那边开花比较早的都开始结这种荚了，过一阵子就膨大，里边就是种子。然后秋天的时候又会长出一大片的新的羽衣甘蓝来，这片应该是能达到原本种覆盖作物的目的了，能源源不断的再生。还有其他的几个品种，当然当初种的种子应该是有10种不同的作物的，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了，主要就是羽衣甘蓝，然后还有三叶草和其他几种草。樱桃树呢，我刚刚又仔细的检查了一下，上边没有找到坐住的果实。当初花还是开了一些的，可能还是因为树的树龄太小了，再加上今年倒春寒，只能等待明年了。等明年这树长得更大一些，看看会不会能吃到一些樱桃吧。樱桃怎么说呢？樱桃好吃树难栽，确实是我感觉是这些树里边比较难种的了。Maxim， come， 今天怎么懒洋洋的呀？哎呦，哎呀，又躺下了。哎呀，玩一会儿狗，一会儿回去吃饭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哎呀 ，Good boy，Good boy。